欢迎来到就事论事时间。美中贸易战出现一些微妙的转折了吗？原本一直自视美股上涨以及自视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非常良好的川普，始终是美中贸易战的主攻者。但现在呢，美国经济隐忧，而且危机感是越来越高了，而中国大陆这边回应呢，却是越来越有底气。贸易战出现了什么样的最新变化呢？从短线上来说，这个讯号当然是美债长短天期殖利率出现了倒挂，反映出来美国市场对于美国自己的经济前景越来越悲观了。而川普呢，在当地时间15号回应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时，川普的语气呢就是有软有硬。我们看到呢，川普他怎么说的？他说呢，美国呢在白宫方面已经和习近平安排好下一次双方电话的通话时间，很快会再度讨论贸易议题。但是呢，他非常期待这次通话有非常好的一些成果。但是如果中国予以反击的话呢，终将会招致美国贸易的极端报复。因此呢，谈话上有硬有软，但是实际上呢，美国经济下滑讯号出现了。这个讯号呢，让川普底气开始不足了，似乎也开始心虚了。包括《华盛顿邮报》呢就透露说，其实呢，川普呢他目前正在度假，他在纽泽西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度假。但是呢，人就算在放假，他在高尔夫俱乐部当中也不断的打电话给很多的美国企业界来咨询说美国经济究竟怎么样。那这些美国企业界高官呢，也给川普是或有些悲观的看法，有些乐观的看法。但整体来说，川普对美国经济呢现在来说非常的焦虑，甚至比他自己的顾问还要紧张，说美国经济恐怕会走下坡。如果因为贸易战关系导致美国经济走下坡的话，就会影响到川普自己的连任。我们看到呢，有2名白宫的官员就向美国媒体 CNBC 透露说，白宫内部的确有人认为现在美国经济的隐忧是 Fed 造成的，但是呢，人数只有2个人，一个就是川普本身，另外一个呢是他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但是呢，我们看到呢，更多的白宫官员都认为说，如果说美国经济有任何危机的话呢，其实就是川普自己发动贸易战所造成的，他才是罪魁祸首。当然呢，贸易战会让美国经济下滑，这个论点也一直都是中国大陆抱持的看法。眼见白宫内部呢传出消息，是多数官员都认为都在暗自批评川普发起的贸易战，让美国自身经济出现危机。再加上美股近日都是出现了下跌的情势，因此呢，中国官媒这2天都理直气壮了起来。美国底气虚了一点的时候呢，中国的底气就自信起来了。我们看到3大官媒，包括了《环球时报》，现在就说了，美国的经济已经支撑不了美国继续对中国霸凌的这种态度了。如果美方只想要一个单赢的协议，只想要自己赢，不让中国同时能够双赢的话呢，就不妨再等等，等再久协议都没有关系。这是来自于《环球时报》的评论。另外，中国另一个官媒《人民日报》也说，美方出尔反尔的表演还是不断的在升级，坚决反制任何挑衅，而且中国大陆会奉陪到底。另外呢，新华社也提到说，包括刚刚提到的美债长短天期的殖利率出现倒挂，这个出现所谓经济衰退警讯信号呢，已经是让美国挑起贸易战，让它会反噬美国经济自身的体质表现。因此，贸易战谈判时间越拉越长，会遇到一个美国大选，离美国大选时间点越来越近的情况之下，川普想在国际贸易舞台上胜利，以此来得分，以此来拼自己的连任。但是中国大陆当然不想给川普这个机会，因此贸易谈判只怕会越来越难。I will speak to him. We have a call scheduled soon. President Xi. We'll be speaking to him very soon. I think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with China. They very much want to make a deal. The longer the trade war goes on, the weaker China gets and the stronger we get. I have a feeling it's going to go fairly short. 从纽泽西州高球俱乐部前往造势活动之前，还特意停下脚步释出善意。美国总统川普最新透露，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之内通电话，但对中国扬言将报复美国关税。川普也警告，如果成真，美方将采取终极报复手段。果然又打出了边谈边施压的老招数。I lose all the cards. We take off the tariffs. We don't have any cards. Earlier this month, the U.S. government officially labele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other promise kept. We'v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theft of American jobs and American wealth is over.
Perhaps some of the free traders within the White House had been pushing President Trump to speak with President Xi before this September 1st tariff deadline to at least try to work out another truce or figure out if they could keep this situation from escalating. 而随着贸易战从科技战转向人权大战，在香港议题上态度大转弯的川普，更紧抓手上新筹码，再度向习近平喊话，不想看到北京政府残暴镇压香港示威者。I am concerned. I wouldn't want to see a violent crackdown. He's a man I like a lot.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President Xi, and I said that I would be willing to bet that if he sat down with the protesters, a group of representative protesters, I'll bet he'd work it out in 15 minutes. 同时，美国财政部公布，尽管中国6月创下4个月以来首度增持美债，但日本6月持有美国公债来到将近3年的高点，总计1.122兆美元，取代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债权国。华盛顿邮报更报道，川普显然比白宫高级顾问还要担心美国经济走下坡，就怕影响连任，已经致电给多位商界高阶主管交换意见。对于美中下一轮谈判也释出了正面答案。September, the meeting is still on as I understand it, but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than September, we're talking by phone and we're having very productive talks. They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另外，中国嘴上说着不买美国农产品，但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上周仍然进口了1.02万吨美国猪肉，创下7周以来最大采购量。可见美中经济依存关系之深，后续川习热线仍然有望带来新曙光。记者姚怀珍、陈一凡综合报道。不过呢，不管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对北韩或者是对伊朗开辟什么样的战场或开辟什么样的舞台，心中呢想的，川普其实都是想要靠外交来讨取国内选民的欢心，来争取自己的连任。因此，专家认为，川普心中的对手并不是这些北韩、中国或者是伊朗的外国的领导人，而是国内川普自己的政敌。最新呢，川普再度对美国民主党穆斯林议员开炮了。我们看到的这2位被川普骂的议员呢，是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特莱布，还有民主党的众议员欧马。我们知道呢，特莱布呢和欧马2个人呢，曾经多次公开谴责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的政府，甚至特莱布本人呢，他还是在美国的巴勒斯坦的移民2代，他们都一直关注巴勒斯坦独立问题。那么川普老早就视他们2个人，甚至还有包括其他几位民主党加起来这个4位的穆斯林的议员视他们为眼中钉，甚至呢还曾经用种族歧视的言论怒骂过他们。如今呢，美国众议员他们要集体拜会以色列，2位女议员包含在内，甚至呢这2位女议员还要到约旦河西岸。我们看到以色列地图，以色列地图呢是在这个位置，而红色虚线这一块呢就是所谓的约旦河西岸。其实约旦河西岸呢是巴勒斯坦的屯垦区，巴勒斯坦的自治区，很多巴勒斯坦人在这个地方生活，但是基本上呢，它的一个主权控制，甚至是入出境的控制，还是控制在以色列的这个政府手中。所以我们看到呢，这2位女议员要到以色列去，要到巴勒斯坦自治区去，引起了川普的批评。川普呢就在 Twitter 上呢推文说，其实呢这2位民主党的女议员，他们一直在批评以色列。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以色列还准许他们2个人入境的话呢，那你以色列就是太软弱了。结果听到美国总统这番话，那么美国总统的盟友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他就回应了，马上不欢迎这2位民主党籍的美国议员到以色列，不欢迎欧马，不欢迎这个特莱布来访，拒绝给出他们签证。不过呢，这个决定再度引起争议了，甚至连共和党川普自家人都不认同川普或者是以色列总理的这个做法。包括我们看到，在美国国会当中，众议院的共和党的领导人麦卡锡，他说：“我认为大家这些国会议员都应该能够到以色列去。”甚至当然引起了自由派《纽约时报》媒体的批评，说这是严重破坏民主常规。但是面对明年的连任的选战呢，各种迹象也都显示说，川普在内政上还是会以这种反移民、反穆斯林，甚至白人至上的主义来动员自己的基本盘。而同样，川普在外交上也努力的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能够跟外国领导人达成协议、达成谈判目标的唯一人选。所以我们看到了英国《卫报》英国媒体就说了，
其实川普呢不断的靠外交来拼内政，譬如说川普想用外交来讨好内政，想赢得连任，但是呢跟外国人谈判呢还是蛮困难的，包括跟中国谈判蛮困难，跟北韩谈判也很困难，所以呢他可以降低谈判门槛，来营造自己其实已经谈判成功的这样子一个迹象，来造成国内选战的得分效应。另外呢也可能说他会制造一些谈判上的大交易来博取版面，包括说很可能呢川普希望和中国达成所谓的世纪协议来寻求连任。不过呢，我们看到在实际的结果上呢，川普却没有发挥多少他引以为傲的谈判手段，包括说在北韩问题上，北韩今年已经是8度试射短程弹道导弹了，伊朗呢也突破了核限制，美中贸易谈判也陷入僵局，因此呢，川普自己的支持度呢，现在已经是不支持率高到56%，接近历史新高。现在对于川普不满意的比例在美国国内越来越高，有46%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并没有降低美国枪击案的发生，59%的美国人呢对于美国目前发展方向感到不满，甚至呢也有将近60%59%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正在撕裂美国。因此，英国卫报就形容说，川普的行动无论短期利益是什么，都已经被他制造的长期混乱给蒙上了阴影。美国总统川普与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4人帮再度杠上。这一次，川普与长期盟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联手，竟然禁止4人帮中的2位穆斯林众议员特莱布和欧马入境以色列。Why did you feel the need to get involved in the 2 congresswomen's trip to Israel? Well, I'm only involv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y are very anti-Jewish and they're very anti-Israel. I think it's disgraceful. 美国数十位众议员本将在周日出访以色列，川普先前就曾暗示希望以色列禁止2名民主党众议员入境。到了周三，川普更直接在推特发文，表示如果以色列容许这2名讨厌犹太人的众议员入境，未免太过软弱。以色列内政部隔天立刻宣布，根据国内反抵制法，总理纳坦雅胡决定拒绝特莱布和欧马入境，再次证明纳坦雅胡果然是川普的死忠盟友。בזרועות פתוחות. יש דבר אחד שאנחנו לא מוכנים לעשות על פי חוק. איננו מוכנים לקבל לתוך ישראל אנשים שקוראים להחרמתה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בעצם פועלים לדלגיטימציה של מדינת היהודים. 这次被点名排挤的议员特莱布和欧马，除了与民主党员共同批判川普种族歧视外，也曾多次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在中东军事与宗教政策，惹恼纳坦雅胡。Get into Congress, will you vote against U.S. military aid for Israel? Absolutely. If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inequality and not access to people having justice. Israel institute law that recognizes it as a Jewish state and does not recognize the other religions that are living in it, and we still uphold it as a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但以色列公开禁止2人入境，再次引发争议。除了民主党员大力挞伐外，即便是共和党内亲以色列团体也不赞同这项决定。率领众议员前往以色列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耶路撒冷表态，对众议员前往参访应持开放心态。川普再次激化族群对立，也引爆各界的批判声浪。记者彭婉云、林巧清综合报道。